好了，我现在面前的是 vivo 最新发布的折叠屏 X Fold， 我们今天一起来开箱。这里有一个揪手，我们拿到的这个是晴山蓝配色。当当，我们先把这个机器拿开放到一边。哦，它下边是有一点鸡皮的这种感觉。哎。 这里有一个什么尊享什么卡，有一根1.5米长的双 Type C 数据线，这里有一个双 Type C 最高80瓦的充电，但是这款折叠屏呢，它是最高支持66瓦有线。这个折叠式的我很喜欢，就放在背包里不会划伤其他的设备。这里有一副耳机，这款手机本身内置的一个 HiFi 芯片，所以用它听音乐音质会更好。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给它撕膜。当当，这。 就是蓝色的 vivo X Fold， 我们看一下正面啊。现在这款机器呢还没有进行过弯折，然后我们来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折叠。哎，然后再给大家对比一下黑灰色的这个配色啊，它们俩有一点点不同。就这个蓝色的后边虽然都采用的素皮材质，但是蓝色整体背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纹理，而黑灰色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有一道区别于这个素皮材质，这是一个协调式的素皮材质，它也是素皮，但是采用了这样一个不同的这种设计。X Fold 外观这两个颜色，我觉得还是蓝色更好看一些啊，黑色有一点过于商务了，我也不是商务精英那个气质啊。外方内圆的镜头设计，经过 X Note 一波洗礼之后呢，我现在感觉好一点点了。黑色版本中间有一条灰色纹理，去增加质感。 是个不错的尝试了，当然我还是更喜欢蓝色。折叠屏视频的保留曲目，对比折痕。息屏情况下 ，OPPO 它的折痕是最浅的，但是跨度是最大的。vivo 和华为折痕深浅接近，三星折痕跨度是最小的，但是相当有深度。三星对于折痕一直属于爱谁谁的一个态度啊，压根儿就没想打折痕牌。亮屏正面观看的话，除了三星略明显，其他3款几乎都不可见。铰链是这次 vivo 的重头戏，我给大家实际测试。悬停主要是2个作用啊，一个是手机作为支架来看视频，另一个是通过后置镜头去固定拍摄。OPPO Find N 摄像头在上方的时候，45度左右可以开始悬停，如果再缩小角度，再变锐角，那就开始下落了。 45度之后非常稳定，铰链坚固，大概超过140度左右会自动躺平。悬停范围是45到140。华为 Mate X2 摄像头在上方的时候，大概45度可以开始悬停，但是 X2 的铰链稳定性略弱一些，推动时候呢会有一个回弹，夹角超过120度左右会躺平。拍照悬停范围是45到120。 说明一下，因为华为它的设计很特别啊，就是一边窄一边宽，所以镜头一侧会比较重。如果我们把镜头放在下方，悬停可以实现15到145度的一个悬停。三星 Z Fold 3铰链同样是走稳定路线，镜头在上边的时候大概40度左右可以实现悬停，之后的每个角度都非常稳定啊，一直到175度都可以稳定的悬停，悬停范围40到175。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vivo X Fold。X Fold 在6度左右就可以实现悬停了，这是所有手机里锐角角度最低的。之后每个角度都非常稳定，超过153度左右会开始下落躺平，悬停范围是6到153。X Fold 内屏采用了超薄玻璃，更耐刮，同时拥有出色的防反光镀膜。看视频、看电影的时候，这个沉浸感会更加强烈。 X Fold 内外都是120赫兹刷新率，外屏6.5寸，合上正好当一个正常手机使用。而内屏达到了一个8英寸，算是比较大的内屏尺寸。除了内外120赫兹刷新之外，左右双扬器非常的响亮，插耳机支持 HiFi 芯片，声画体验这部分都很棒。有一个小细节，如果我们使用内屏去播放视频，在翻折情况下立在桌子上。 那么下半屏幕就是一个触控板，左侧上下滑动调整亮度，右侧上下滑动调整声音，中间左右滑动调整进度条。双击是播放暂停，按住是倍速播放，可以像鼠标一样拖动去选择具体的播放位置。我在操作这个小手机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好像自己在操作一个笔记本电脑。阅读的部分
原子阅读是一款由 vivo 出品的人工编辑推荐的深度阅读软件，比较适合或者比较推荐给那些想看深度文章，但又不知道有哪些优秀账号，同时已经厌倦了兴趣推荐推怕了、推翻了的同学们。这款阅读软件设计的非常漂亮，有一点点杂志画报的感觉。Kindle 看书看漫画就是折叠屏正常的水准直接看漫画的话，左右两侧会出现比较宽的黑边，这个部分大家需要适应一下。看书、看视频这些环节是折叠屏的传统优势项目，猫和老鼠了解一下。小细节 ，X Fold 在设置中增加了合上屏幕后的息屏操作，算是比较用心的设定。第二个小细节，支持独立的实体静音键，可以设置全域静音。上个视频我们已经介绍这个功能了，在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手感还是折叠屏现阶段难以逾越的高山无论是重量还是厚度，都和普通手机手感没有办法相比。单手握持时间长之后，这个小拇指就跟那个五指山下孙悟空差不多。双手握持的话，问题倒不大，它就是一个小平板嘛。我的手算是比较大的单手握持还可以吧。如果是手比较小的小姐姐，对吧？担心说我单手握持都握持不住这手机怎么办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亲自到线下去体验一下我的手我的手是刚好的。说到解锁 ，X Fold 是首款屏下指纹折叠屏，也是首款屏下双指纹折叠屏，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当年我测试全球首款屏下指纹手机的那个夜晚，也是 vivo 的手机 X20。需要说明，两枚指纹都是超声波识别，但是没有采用 Note 上那个超大面积的超声波，也不支持复杂功能，属于寂寞超声波。我自己体验内外双指纹主要提升在两个环节。首先，对于左撇子用户来说更友好，就是包括解锁、支付。侧面指纹呢，左撇子也不是不能用但是就是别扭一些。第二，就是当你拿起手机直接进入平板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更自然的解锁，而不需要右手调整一下姿势。我相信很多同学跟我一样好奇就是第一次做平板生态的 vivo， 在小平板下有哪些适配呢？适配一 ，X Fold 控制中心放在了右侧，更容易右手操作，不需要移动右手的位置。适配二，打开平板的时候会默认呈现第一屏和第二屏所有的应用，信息密度极高。华为、OPPO 他们的思路呢是把外屏应用增大间距摆在内屏之中，这两种思路本身没有哪一个更好就看大家更喜欢哪一种。默认状态 X Fold 可以展示一屏之内28个应用，而在设置中你甚至可以选择5×9一个屏幕内展示45个应用，一屏展示45个应用的同学，我也敬佩你是个人才。适配三，多任务界面充分利用大屏空间，可以同时最多展示6个应用哪里不会点哪里。适配四 ，Origin 里我非常喜欢的单独设计的小组件放在内屏，感觉还不错，可以直接通过语音创建日历，设定一个明天上午10点发视频。可以直接查看今天的天气，或者查看接下来1周的天气。可以打卡今天你喝了几次水，可以直接在小插件上进行录音，直接设置倒计时，不需要跳转在桌面上就能够完成所有操作。大空间下的小插件，这个挺有趣。适配五，平行世界有，浮双操作有，一屏双任务有。X Fold 最多支持2个应用左右分屏也可以上下分屏，但是最多也就是同时打开3个应用了。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常规的适配，没有什么新功能。拍照部分，主镜头传感器是 GN5，算是中高端定位，和自家 X70 超大杯还是有差距的。其他部分基本都拉满了蔡司认证、梯形镀膜、蔡司模式，这些能怼的都怼上了。软件适配上，翻折悬停时候，下方会作为触控界面，上半部分作为显示屏幕。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机自己就是支架，给自己拍个短视频，对吧？拍一个王家卫风格的，就把手机立在这个小台子上，然后进入专业模式，把快门速度设置到1/10秒，然后把画面颜色调一调，对吧？加个音乐，你就是王家卫。另外，在利用前后屏来完成操作的时候，目前 vivo 这款和 OPPO 的完成度是最高的，分成2种情况就你使用后置镜头拍摄的时候，开启外屏预览，可以让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同时看到成像的画面少一些人间悲剧。
第二种，你想自拍，利用后置镜头这个更好的主镜头自拍的时候，内屏你可以选择让它自动熄灭，并屏蔽操作，防止后边的手指去误触。这个部分，三星在外屏预览的时候不会关闭内屏，所以相对来说更容易误触。而华为目前还不支持内外屏同时点亮。相比之下 ，OPPO 和 vivo 无论是在拍摄界面还是在交互逻辑上，心思都更加细腻。还有一个小细节，很多时候为了拍一张仰视的照片啊，恨不得那同学对不对趴在地上，对吧？看那个取景器。X Fold 如果折叠屏的夹角小于一定的角度，它的取景框和相册位置会有一个上下瞬间的调换。注意啊，这个时候按钮的位置并没有调换，还是在下方。只是取景框从上边移动到了下屏，在这种场景下，你可以直接低头看下方这个屏幕的取景框就好了。这些功能你说会很常用吗？我觉得不会很常用，更多是在特定场景下使用。但是有一次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想法很细腻，很贴心。游戏方面，你可以选择应用以4:3或者16:9两种比例在主屏幕上进行显示，基本上就是 iPad 比例和传统的手机比例。比如说王者荣耀啊，16:9，那视野回归会更正常。X Fold 配备了一个460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有线和50瓦无线充电，实测充电速度我摆在这里。这一次 vivo 还给 PC 以及 Mac 打造了一款软件，叫做量子套件。目前融合了5个功能，其中原子笔记和日历是可以自动同步手机上的笔记和日程，而原子阅读则是可以同步你手机阅读的进度。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海底捞无牌可打，然后我们把这个文章随意调整到这里吧，所以涨价这张牌这一段，然后去年11月这2段，好吧，然后我们把手机就放在这儿，我们来打开原子阅读，看到了吗？所以涨价这张牌打了，但没完全打，对不对？不过目前只能从手机同步到电脑，还不能反着同步。第4个功能是相册同步，你可以选择单独的某个相册进行同步。有很多使用安卓手机的同学都希望通过一个更简单的无线的方法，把手机上的照片直接传输到 Mac 电脑上。不过需要说明，通过云端传输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和 AirDrop 那种直接点对点一瞬间传完那个速度还是没法比。量子套件第5功能就是手机投屏。不瞒大家说，我是第一次在 Mac 上使用这个功能。Mac 和安卓这样打通，感觉还挺奇妙的。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把西红柿和青椒放在一起炒了。披萨。总结 ，vivo 是安卓大厂里最后推出折叠屏的厂商。从创新性来说，给它留下的空间也不多，所以大部分体验其实和已有的折叠屏接近。但是作为最后一个发布的安卓大厂 ，X Fold 这张考卷完成的相当不错。一个是补齐了现阶段折叠屏所有的短板，从硬件配置到软件交互，如果你想买一款折叠屏，那这款产品能够满足你所有的想象。第二是定价被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如果你没有品牌情节，那么 X Fold 是现阶段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折叠屏的优点有多闪耀，缺点就有多明显。厚度和重量之下的手感，目前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科技厂商们正在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产品更迭，把技术和体验不断的推向新的高度。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